大家好，我是鬼叔。咱们今天讲的故事呢，和天涯论坛有关，是天涯网友们分享的关于学校、黄皮子和变电所的诡异经历。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。注意，本视频含有未经证实且令人不安的成分，请谨慎观看。第一个故事，楼主说这绝对是真实的事儿。大概在09年的时候，他们学校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，听说是当年的系花什么的。然后楼主学校的一个保安就看上了这个女孩，几次的献殷勤，并且表达爱意。可这个漂亮的学姐确实对这个保安没什么好感，所以就明确地拒绝了他。而因为得不到，这个保安的内心开始扭曲。暑假的时候，这个学姐呢因为实习留校了。一天晚上，她去学校的主教室楼自习，这个保安呢就尾随了进去。令人发指的是，保安把学姐打晕，拖到了教学楼的顶楼9楼奸杀，然后非常冷静地买了工具，来回用了2天2夜，把这个学姐的尸体砌进了9楼女厕所的墙体里。因为当时是暑假，学校根本没什么人，这个学姐呢就在教学楼的9楼整整1个暑假没人发现。直到开学后，很多学生反映厕所有异味，清洁工也发现了墙砖里流出来的液体，终于发现了真相。这个可怜的学姐死前受到了非人的折磨，而且尸体滞留了太久，于是这一栋教学楼彻底变了，整栋楼充满了阴气，就是那种大夏天进去都会一股凉意的。整栋楼呢很明显的特别的阴，每个人都能感觉到，一进去这栋楼感觉就很不对。后来呢，学校就不知为何彻底封锁了9楼，把所有的窗户用黑色的纸贴了起来，整整7年。一直到去年研究生考试的时候，突然开放给各个学校来的考生做考场了。说实话，楼主觉得这样似乎对这些考生的运气不太好。不过9楼的女厕所一直都是禁用的，楼主本校的人很少会去这栋楼。前几年的学生都知道这个事儿，因为这栋楼就在楼主学校大门正一进来的地方。每天晚上路过，这栋楼下面的8层都是亮着灯的，只有9楼黑黑的，看起来非常的吓人。不过最近的新生应该不会知道这个故事了，希望他们还是不要随便的去那里玩了，也希望学姐安息，这真的是个悲剧。第二个故事，这位楼主表示，初中高中的鬼故事无数。他初中的时候，学校拆旧楼建新宿舍楼，部分女生没地方住，就挪到了实验楼的5楼住宿，这是背景。刚搬过去的时候，一个女生的床经常的微晃，怎么垫4个脚也不行。过几天，女生就莫名其妙的退学了。新搬到这个床的女生住了几天也退学了。第3个女生搬来住，床依旧微晃。趁着班主任查夜期间反映情况，班主任呢东弄西弄还是不行，拿着手电筒往床下一照，发现有一张符纸贴在了床下。班主任呢就叫那女生换张床睡，给宿管打电话，把床呢连夜撤走。还有一女生呢逃课待在了宿舍，然后莫名其妙的坠楼身亡，据说是被什么东西给推下去的。之后呢，就是全体的女生集体的搬离5楼，整个5楼全部被封死，任何人都禁止入内。在4楼上实验课，透着防盗门往5楼看，还能看到许多的符纸。而等到新宿舍楼建成以后，楼主他们被分到了最靠近操场的一个宿舍。在某个风雨交加、电闪雷鸣的深夜，楼主宿舍的几个人呢闲着无聊睡不着，就在那里吹牛逼。一个雷声过后，一个室友呢突然说：“你们有没有听到有人在吹笛子？”宿舍瞬间静了下来。仔细一听，确实有笛子声，而诡异的是，还是从操场那边传过来的。下着这么大的雨，谁会没事在操场那没遮掩的地方吹笛子呢？而且那笛子声都是在闪电过后的几秒钟才会响。然后忐忑不安地睡着了。第2天上课，隔壁宿舍说也听到了，
而到了高三的某天晚上，楼主大半夜的睡不着觉，就在那儿闭目养神。睡着睡着，就听到有脚步声从床那边往宿舍里的洗漱间走了过去。一开始，楼主以为呢是对面的室友上厕所，也没在意。然后等了一段时间，感觉有点不对劲儿了。这么长的时间，怎么还不出来？平时几秒钟不就解决战斗了吗？楼主睁开眼，往他的铺上瞥了一下，发现他还在睡觉，根本就没下床。然后楼主就明白咋回事了，赶紧的闭上眼。约莫过了一会儿，又听见脚步声从洗漱间出来，慢慢的往这里走。紧张的楼主心都快跳出来了，正在犹豫着要不要大叫一声把室友叫醒，结果就听见脚步声在楼主的床边消失了。忐忑的等了一下，还是没有再次听到声音。这时呢，楼主的心里就很犹豫了，到底走没走？要是走了呢，楼主就赶紧的睡觉了，毕竟明天早读班主任还查人呢。想了想，生命诚可贵，学习价更高，若为睡觉故，两者皆可抛。然后呢，楼主就扭头呼呼大睡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洗漱，给室友们说了这件事儿。本以为呢这群糙汉子会立志钟馗在世捉鬼，万万没想到竟然发现了他们的少女心。中午回宿舍的时候，楼主在宿舍分别看到了桃树枝、手写大悲咒，还有个舍友竟然从宿管大妈那里借到了一把剪刀。第三个故事，高中的时候呢，身边发生了2件恐怖的事儿，现在想想还是不寒而栗。第一件呢是楼主闺蜜的朋友，还一起吃过一次饭。那个男生呢胖胖的，笑起来很是憨厚，但在楼主看来，他的笑鬼鬼祟祟的。当时楼主呢还半开玩笑的对着她的闺蜜说：“你这朋友长得真像杀人犯。”过了1个多月，好多警察呢来到楼主的学校调查，楼主才知道那个男生雇人杀了他全家，要多惨有多惨。楼主当时知道腿都吓软了。简述一下那个男生杀全家的事件。那个男生是家里的2胎，因为计划生育，他的家里呢又是官员的家庭，所以从小他就被送去了农村的亲戚家躲着。他有一个姐姐，他姐姐特别的疼他。当时快高考，他姐姐呢还每天给他买2份德克士，陪着他去网吧打打游戏。后来的导火索应该是一次家长会吧，他爸爸打了他。他爸爸属于那种领导类的人，对儿子的要求特别高。这孩子估计打小就不在身边，不知道心里变态了还是觉得不亲近，就记仇，跑去网上找杀手，还真给他找到俩。然后呢，男生就约时间给杀手开门放风，本来是要杀死全家的。后来他妈妈呢临时出去拜佛，就躲了过去。他的爸爸和姐姐死得好惨，据说警察叔叔都震撼了，因为是被乱棍打死的，所以屋里全是喷的血。估计是睡到半夜，然后男生把杀手放进来，杀手乱棍之下砸死了他爸，然后他姐姐醒了过来。最让楼主心寒的是，他姐姐那么疼爱他，临死还守护着他，让他藏到柜子里，拼命地保护弟弟。最后姐姐被杀死以后，弟弟还要求杀手将他们碎尸，而这个姐姐到死都不知道是自己的亲弟弟痛下杀手。他家里呢养了一只藏獒，半夜开始狂吠，惹来了邻居，这才让事情败露。起初警察们可同情这个男生了，以为是他家里招贼了，后来才发现了不对劲。调查后发现，原来都是这个男生的计划，而他在 QQ 空间里也有写过像吃人、杀人这类东西，非常的恐怖。第二件呢比较诡异，是楼主隔壁班的一个学习优异的高富帅，绝对是好少年，只顾着学习不谈恋爱，家庭条件呢也非常的好，父母都是警察。平时课间操，女孩子们都会小心翼翼地看看他，讨论他。直到有一天中午，我们得知了，在前一天的午夜，那个男孩子跳楼了。诡异的是，所有的人都出来找了一晚上，都没找到他的尸体，到了第2天中午才被发现。整个事件大概是这样的：
这些都是听楼主的老师复述的。那个男孩子在家里乖乖地做作业，然后妈妈进屋里说：“你休会儿吧。”男孩子说好，然后呢走出了客厅，乐呵呵地告诉妈妈说明天中午想吃排骨。接着呢，男孩子进了厕所，妈妈就去忙自己的事情了。到了晚上，爸爸回来叫儿子，却发现儿子不在家，但拖鞋还在厕所里。妈妈以为刚才不注意，儿子出去玩了，因为刚好是周六。之后等到了凌晨都没发现儿子的身影，两人着急就出去问了保安。保安说没看到他儿子出去，然后等了1个晚上，两人报警。警察、保安搜查了视频什么的，却没发现人影，视频里也没有身影，等于说这儿子就凭空消失了。然后一夜呢，爸爸妈妈都没睡。后来爸爸听到卫生间窗户有着声响，进去把锁着的窗户打开，鬼使神差地探了下头，发现楼下躺着摔扁了的儿子，整个人都吓晕过去了。这个事件真的很诡异。进了厕所，拖鞋留在厕所，按理说跳了楼，窗户应该是开着的，可窗户的确是锁好的。也不知道那个男生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，反正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杀。大家都知道黄皮子坟吧？咱们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，就和黄鼠狼，也就是黄大仙有关。正道之道教衰微后，五大仙被东北的农村百姓供奉。五大仙又叫五大家或无限财神，分别指狐仙狐狸、黄仙黄鼠狼、白仙刺猬、柳仙蛇和灰仙老鼠。黄仙呢，或称黄大仙，俗称黄鼠狼，部分北方的农村唤作黄大仙、黄皮子等。这个故事呢，是同事 Z 告诉我的。他说这是发生在他老家的真实故事。话说 Z 老家的村子里呢，有户人家盖了新房，但老房的土砖呢还舍不得扔，想着还可以用来盖猪圈什么的，就堆在了自家的新房楼梯洞里了。后来某一天，他想着土砖呢早就是淘汰了的东西，不实用了，于是呢就想搬走给扔了。搬到最后的几块土砖的时候，才发现这些土砖的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长了一小片的野草，里面好像还在有什么东西。他呢就拨开野草看了一下，好家伙，一只硕大的黄鼠狼嗖的一下就窜没了，把他吓了一大跳。缓过神来，发现草堆里还有4只没睁眼的小黄鼠狼。他呢一不做二不休，回屋拿了他用来打麻雀的气枪，把那4只小黄鼠狼全打死了。到了晚上，他家其他的人回来，他也就说了这事儿。他家人就说这东西有灵性，打不得，你杀了他的崽，他肯定会回来找你的。这话呢把他吓得当天晚上就没敢睡觉了，拿了绳子把那4只死的小黄鼠狼崽子绑上，挂在了窗口，自己呢则拿气枪守在窗口，想着等黄鼠狼来了就一并解决。不知不觉这一等就是大半夜，这个人的神经一直紧绷着，眼睛都没眨一下，死死地盯着那4只小黄鼠狼崽子。可怪事就这么发生了，那4只小黄鼠狼崽子一眨眼的功夫全都消失了。这个人呢就觉得事情蹊跷了，明明自己眼睛都没眨一下，怎么就突然消失了呢？这个人的胆子也够大的，竟然在之后呢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，继续拿他的那只气枪打他的麻雀。没想到过了没2天，发生了一件更加离奇的事儿。那天半夜的时候，这个人像以前一样拿着他的气枪，带着手电筒去打麻雀了。打了没几只，突然发现前面的树上好像有一个黑影，他以为是什么大喜鹊之类的，还高兴了一下，于是呢拿着手电筒照了一下，这一照差点没把他吓死。他看到一只大的黄鼠狼正翘着2郎腿坐在树杈上，盯着他的同时呢还带着很诡异的微笑，朝着他频频点头，好像是个人一样。这可把他吓惨了，
掉了头没命地跑回了家里。到家一想，感觉这事儿可闹大了，于是呢，天还没亮就忙跑到了隔壁村，去找了当地有名的老太婆，跟老太婆呢把这事情一说，老太婆就知道这事儿弄大了，于是跟那个人说，你打死了他的孩子，他没那么容易就放过你，我先去你家试着把他招来，看他到底想怎么样。然后两人呢就连夜赶了回去。到了那人家，老太婆呢做了点法，还真就把那黄大仙给招了过来，好像那黄大仙就附在了老太婆的身上，说了这么两句话，你杀我家几口，我就杀你家几口，要不然我再留一口给你。这个人意识到麻烦大了，他正好有4个孩子，这不就等于4个孩子都要出事的吗？他连忙的跪下来求老太婆救他。老太婆只是说，凡事都有因果，你杀了他的孩子，他就一定会报复你，不然他不会罢休的。事情都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也没有破解的办法，我也不收你的钱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说完也就走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天也就亮了，他连忙爬起来去看他的孩子们，结果就看见他的4个孩子3个都已经断气了，还剩了一个，后来也是一个白痴。这就是黄大仙说的，还给你留一口。说实话，黄鼠狼这种生物真的非常诡异，民间都有无数关于他们的传说。老人家都说不能直接叫黄鼠狼，要叫黄大仙。就算他们到你家里来，你都不能对他们不敬，要恭恭敬敬地送他们走，千万不能去伤害他们。而接下来这个故事是我以前的上司给我讲的。我们上司是个胖胖的中年男人，离过婚，他也经历过不少的怪事。这个事儿是他现在东北女朋友给他说的，他老家发生的事儿。话说我们上司的女朋友的老家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，东北那边比较信奉些家仙之类的东西，黄鼠狼也是家仙之一。他们那个地方呢，也常常会见到黄鼠狼，时常的半夜会在马路上跑来跑去。他们家楼上住着一家人，这家的夫妻俩40多岁，孩子在外地上大学，男人在医院上班，女人则早办了内退，在家里打理家务。这天，这家男人呢要值夜班，就只剩下女人一个人在家。女人吃完晚饭就出去打牌了，不知不觉天黑了，出来一看都快到12点了，于是呢，女子就匆匆忙忙地往家赶。快走到家楼梯口的时候，她突然想起来，这衣服都还晾在天台上，这衣服还没来得及收呢。于是呢，家也没回，就先跑到天台上去收衣服。因为当时住的是老楼，就是一条走廊有很多家的那种，所以都把衣服晾在了楼顶的天台上。那天是农历15，天气很好，月光把整个天台照得跟白天似的明亮。女人到了天台，就急急地奔向了自家晾的衣物那边去了。刚收了没几件，她突然听见天台水箱后面有什么声音，而这声音越来越大，好像是有人在说话的声音。女人就觉得奇怪啊，这么晚了，还有谁在天台上呀？水箱后面的地方平常是没有人会去的，难道会是小偷吗？好奇心促使着女人去一看究竟，慢慢的摸到了水箱的旁边，而接下来的这一场面让女人一生难忘。成群的黄鼠狼，大概有100来只，整整齐齐地排成了3角形的队，队伍的最前是一只个头稍大的，似乎是领袖之类的。在他的带领之下，100余只黄鼠狼都像人一样，2个后腿跪在了地上，2个前爪合十，口中呢似乎还念念有词着，朝着月亮一下一下地拜着。女人给吓傻了，她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，当即就尖叫了起来，腿却软了下来，瘫倒在地上，根本起不来。黄鼠狼群呢受到了惊吓，顿时四处逃窜，而为首的那只却根本没动，他仍在原地，2眼直勾勾地看着他。女人更是害怕了，她叫的声音也就更大。
正在这个时候呢，楼下的人听到了他的惊声尖叫，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，纷纷的跑到了楼上。而那个为首的黄鼠狼听到了人声，就唰的一下不见了，女人就晕了过去。女人回家以后就病了，病得很重，她男人呢就把她送到了当地的医院，却怎么都治不好，不管用多好的药都没什么效果。女人的病每况愈下，男人呢实在没办法，只好将女人接回了家，请了假，每天悉心照料。他们大院里呢，一个老太太听了这事儿，就说这女人是撞了什么，就跟她男人说要请人看看。她男人是一个医生，肯定是不信这些东西的，但看到了女人那样，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，也就说试试吧。于是在那个老太太的帮助之下，请了人。那女人呢，竟然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，没过多久就好得差不多了。女人很是感谢那个老太太，就把自己当晚看到的那个情况给老太太详细的说了一遍。那老太太讲，黄大仙祭月，一般看到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，更何况你还惊动了他们，这次要不是请人及时，你的命恐怕是保不住了。而这件事情呢，也很快在他们的大院里传开了。好的，黄鼠狼拜月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完了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集。好，开个玩笑啊。那么咱们接下来再讲讲关于在变电所里的诡异故事。鬼叔曾经接到过各行各业粉丝朋友们的投稿，像是酒店前台、导游、博物馆讲解员等等，这些离奇怪异的经历，在不同职业的视角下，总能带给我们离奇恐怖的体验。那么今天的故事和某变电所有关，同样是天涯论坛。1979年的秋天，在经过2年多的努力，某铁路电气化基本完成。我们一起到铁路工作的是几个复员的军人，在陕西、四川培训了3年后，被分配到了大山里的一个小变电所，在里面担任值班员。开始的时候一直是做筹备工作，直到1980年的7月份才正式的接电开通。就在此后不久的一天夜里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那时候变电所里也就几个男值班员，分天值班。有一天天气炎热，老胡和小赵当班。夜里2点钟的时候，他们隐约地听见变电所的开关区好像有女人嘤嘤的哭声。开关区距离值班台大约有40米，那里有一条检修用的铁道和铁道避难用的土挡，再往外就是一道变电所的围墙。那哭声就好像是从土挡里面发出的。老胡胆子最小，就让小赵先去看看，并且说，赵，去看看，要是有人的话就让他赶快出去，那里不安全。小赵那时候年轻气盛，马上就拿着手电筒去查看。过了一会儿，小赵回来了，对着老胡说，那里有什么人？什么都没有，你是不是做梦呀？老胡一想，是啊，难道我们都产生幻觉了？算了，没有人就好。于是呢，2个人就坐在值班室里继续值班。大约过了10几分钟后，那诡异的哭声又出现了。这时老胡和小赵都慌了，赶紧的到宿舍把另外2个值班员都叫起来一起听。果然不一会儿，那声音再次出现，而且很真切，好像是一个女人在那里哭诉着什么，十分凄惨。于是留下了1个人值班，老胡领着小赵和另一个值班员打着手电去看个究竟。他们先检查了铁道和土挡，又认真地查看了那个墙角和墙的外面，都没有发现有任何人员活动的情况。奇怪呀，老胡他们百思不得其解，难道有鬼不成？老胡自言自语地说，鬼这个字在这个时候一经被人提起，那个威慑力是相当强大的，只吓得他们3步并作2步，赶快地返回了值班室。在值班室里大家还惊魂未定的时候，那个嘤嘤的声音又出现了。这是值班室里的4个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这可能是什么动物的叫声，或者是变压器的电流声吧。
老胡终于打破了惊恐的气氛，说出来一句话来。大家都说你胡说，那明明是女人的哭声呀。就这样，大家谁都没了睡意，连小便都不敢出门了。一直到快天亮的时候，那个声音终于没有了。第二天，老胡决定呢，一定要查个究竟，不然以后谁还敢值班呢？要知道，老胡可是所长。8点半刚交完班，大家就在老胡的带领下又来到了那个墙角，在墙里面认认真真的检查了每一个地方，均无异常。又到了墙外面观察，只见除了围墙外有一个小土坡，上面是几块老百姓的菜地，再往上就是一片松树林子和后面的大山了。回来以后，老胡郑重的决定：一，哭就让他哭吧，不理他；二，谁也不许讲出去，否则我们太丢人了，人家会说我们怕鬼。就这样，在此后的1年多的时间里，他们4个几乎是天天听着这种哭声，并且慢慢的习惯了。但是就在一个秋天的深夜，这种默契被彻底打破。老胡白天接到了一个上级调度的电话，命令今晚的0点30分1号馈线停电，要求做好停电拉闸的准备。由于夜里要作业，大家都在值班室里做准备。大约到了12点的时候，奇怪啊，哭声怎么没有了？小赵的一声疑问把大家的情绪又调整到了极其紧张的状态。你给我闭嘴！老胡大声地吼道。不过老胡这时呢也觉得很奇怪，是啊，相伴1年多的哭声还真就没有了。就在他们处在惶恐当中的时候，变电所大门的电铃响了起来。小赵赶紧地跑出了值班室，来到大门口，把大门打开，就见2个黑影子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吓得小赵差点就跌倒在地。再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单位领导夜间巡视的来了。领导来到了值班室的时候，老胡他们还在惶惶然。你们谁的对象来探亲了？领导问道。大伙都说没有啊。我刚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女人提着一个手提包从大门里面出来的。领导觉得大伙儿没有说实话，于是接着说，年纪轻轻的，要注意啊。老胡若有所思地问领导，那女人长得是什么样的？长得什么样？黑灯瞎火的看不太清楚啊，好像是精瘦的，梳了个长辫子，好像还在那儿擦眼泪。听到这儿，大伙异口同声地惊呼起来。老胡那时候早已是魂不附体了，赶紧拉着领导到了另一间屋子里，很神秘地说，段长，跟你说了，你不要害怕，你刚刚看到的那个人就是个女鬼啊。胡说吧你！领导很气愤地说。老胡那时候不知说什么好了，一个堂堂的大男人居然热泪纵横。你要是不相信，你就问问其他人。经过一番了解，领导终于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但是又不能承认发生的事实，于是召开了一个破除邪祟的现场会议，把老胡那一顿好批呀，并且严格的要求大家要按照纪律，谁也不许再说这件事儿了。不过领导走的时候悄悄地给老胡出了一个点子。第二天，老胡到附近生产大队找来了几个农民，把那个墙角彻底填平了。当天下午就在上面修起了一座厕所，完了又要求所有人都要在新厕所里拉一泡屎才算完事。时间一晃，这件事儿过去快30年了，老胡也早已调回到了城市里。后来的男女值班员们就再也没听到那种嘤嘤的哭声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有让你想起什么恐怖遭遇吗？本期结束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。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，欢迎投稿给鬼叔。下期不见不散。